早期时，杨文宇靠开采端砚原石为生，后来发现西江的河鲜非常受欢迎，于是在老家旁边开了个农庄，专卖西江里出产的河鲜。正逢暑期，游客如织，杨文宇忙个不停。哦，即係黑鯇係嘛？係咪黑鯇啊？未有。好多嘅，都好多客人打電話嚟訂餐嘅。一般都係訂蝦多，咁我哋以河鮮為主㗎嘛。肇庆境内西江段出产的河鲜类水产，历来被挑剔的老广所称颂，而西江河鲜中，河虾占据榜首。河虾喜欢栖息在水藻、草丛及石缝中，是优质的淡水虾类，其肉质细嫩，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。杨文宇农庄里的河虾，便是来自西江。嚟咯，上蝦咯，好，慢慢食喎，啊。平时，杨文宇会在每天的早上和傍晚收2次虾，但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多。中午刚过，他便叫上了儿子一起去河边收虾。杨文宇自小在西江边长大，用虾篓捕虾是从小就学会的技能。他通常把50个虾篓用1根主绳串在一起，称为一手。在浊浪滚滚的西江里，水清时很容易就能看到的虾篓变得难以发现。依間重嘅，呢度咁太急水，所以俾嗰啲橫江啊啲俾佢浸晒咗，所以要攬，所以攬到先未知數嘅就係啦。杨文宇和儿子费了很大力氣，終於勾住了一條蝦篓的主繩。OK， 得咗，攬到啦，不過重。嚟，落翻嚟，掹啲。個洪水帶咧起蝦係最難搞嘅，水流急呢蝦籠好難起，加上啲蝦又唔入籠嘅。季節最好就係過到8月15啦。即係水清嘅時候，嗰啲蝦籠比較多蝦。嚟啦，嚟嘢，有個，不過蝦到好細隻啫，10幾隻籠識得個3兩隻蝦，一手起齊個按照現在咁咧，都係2、3兩嘅啫，唔會多。魚都有啊，我知。勤勞總會有回報，有時運氣也並不太壞。楊文宇的蝦篓裡總算有了點收穫。呢隻蝦犀利咧，呢蝦幾大隻係嘛？所以我哋西江就係蝦王就係咁出名嘅，知唔知道啊？3斤左右，現在都不算多了。河虾最好的吃法就是吃其原味儿，置虾于蒸笼，5分鐘左右出鍋。西江河虾个头比普通河虾稍大，味道混合了鲜与甜。粗好点儿，可壳与肉一起嚼，也可细细的剥壳踹食其肉。河虾常见，河鲜中的一种大块头动物却越来越少。中秋过后的太阳悄悄地变得柔和，转眼已是凉风习习。此时的羚羊峡青山绿水，山明水秀。杨文宇和往常一样在江边收虾，不經意間就發現了寶貝。哇！我就犀利咯！哦，喂，咁大隻個河蚌，第一次見。現在西江河嘅河蚌越來越少啦，能夠整到個感覺，都等於寶噶啦，係啦。河蚌生活在淡水湖泊、河流等水底的泥沙质或者石砾中，靠鳃滤食水中的微小食物颗粒成活。每年的7月至9月，平时藏在江中淤泥里的河蚌会爬出来觅食，变得更易捕捉。河蚌营养价值很高，但要做成美味的菜肴，必须要仔细的处理。
嗰啲肉咧，裙邊啊，同埋啲瑤柱可以食，個腮咧就唔可以食嘅。個裙邊咧係最爽嘅，啲肉疏疏聲食，咁啊瑤柱就比較鮮甜咯。睇嗰個圈啊，就知道佢有幾多年。咁一大圈咧就為1年，最低都超7年啦。一般有6、7年先係最靚，好似嗰隻咁就有6、7年，啲肉質都比較係嘛堅實啦。河蚌的吃法有很多，蒸河蚌相对简单，蚌肉洗干净切小块，放酒分水之后，加入姜蓉、蒜末及调料，提味去腥，再来一些紫苏叶，拌匀腌制10分钟，直接用蚌壳盛放，蒸15分钟便可食用。蚌肉及裙边富有嚼劲，瑶柱自带甜味儿，其鲜不输海货。河蚌浸鸡用的材料比较丰富，也受到更多顾客的喜爱。蚌肉分水之后，下油爆炒至干身，加入配料煮开5、6分钟后放鸡块，滋补养生的河蚌浸鸡大功告成。馥郁的浓香味袭来，让人不知今夕何夕。蚌肉弹牙，硬度刚刚好，鸡肉鲜甜脆嫩爽口。忙完晚市之后，杨文宇及家人才能一起坐下来吃晚饭。虽然时间晚了点儿，但是身心放松，其乐融融。美味的河鲜带给人们的是身心愉悦的体验，而山林里的黑蚂蚁，很少有人把它和美食相提并论。实际上却是另一种难得的味觉体会。在河源东源县，有一道甜品，黑蚂蚁化身美味精灵和银耳搭配成汤。冰糖银耳先煮开，放入蚂蚁及红枣炖煮3至4个小时后，汤成。这道甜而不腻的甜品，老少皆宜。黑蚂蚁算就地取材，但搬上餐桌却考验智力和耐力。11月，北方朔风正急，南边的广东还是艳阳高照。这天趁着天气晴好，一大早，武红兵就邀约上李东新一起上山。武红兵是云南布依族人，在河源打工近10年，多数时间是在山上转悠。本地人李东新也有跑山的爱好，两人一拍即合。这个路太难走了，这个路。是吧？这边蚂蚁应该会比较多吧？啊，是。原来李东新想要找的是蚂蚁，转悠了小半天，在一条山溪的旁边，似乎有些动静。哇，这里好多嘞，10仙桃嘞。是啊，很多啊。哇，这里有一堆，师傅。好，这个。蚂蚁没找到，草药倒是收获了不少。这时武红兵有了新发现。这个是望远镜，这个是用来找蚂蚁窝，看远处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，容易找一点。哇，对面山有个窝，蚂蚁窝。那里有个窝，那里。是啊，那里有一窝。在松树上面。哎，这边也有一窝，还有一窝。李东新和武红兵要找的黑蚂蚁，又叫拟黑多刺蚁。黑蚂蚁以树枝、树叶、草屑及菟丝物混合做巢，巢穴一般建在靠近水源地的树上、草丛里或者废弃的建筑物上，用以防止被积水淹没或者躲避天敌，保证巢穴的安全。东源县河湖沟岔众多，在水边的植物上，蚁巢随处可见。两人决定就地开工。因为蚂蚁会有人这样子搞起来，这样安全一点。哇，好多！黑蚂蚁食性很广，是杂食群居的社会性昆虫。夏季是黑蚂蚁繁殖的高峰期，以后基本上每天都会产卵。据统计，一窝蚂蚁其数量可以达到近5万只。
低矮灌木上面及草丛里的蚁巢，摘除起来比较方便。想要拿下树上的蚁巢可不容易。这窝不是很多，这窝还是有点的。真的收获还是不错的，4、5斤吧。这样的话，把它那个壳搞掉，钻在里面的蚂蚁，然后就全部出来，要好好处理了。它是躲在这个里面不出来的，你要把它撕干净，抖出来。撕开巢穴，很多躲在里面的蚂蚁会跑出来，但是黑蚂蚁的个头实在太小，要想把蚂蚁们从窝里分离出来，李东兴和武红兵开始跟蚂蚁们斗智斗勇。这个工具是清理干净那个蚂蚁窝的，把它放进塑料袋里面去。蚂蚁爬上这个塑料袋的时候，它会掉下里面去，这样子呢就分隔那个蚂蚁窝啦。然后我们给这个袋口上面抹一点油，让那个蚂蚁爬不上来。这个是花生油、菜油也可以。用风机把它吹一下。一加热的话，因为蚂蚁怕热嘛，加热的话蚂蚁就很容易跑出来，这样子就分离得快一点。基本上是很干净的了，有1、2两吧。分离出来的蚂蚁还不能直接使用，先要蒸熟，再挑拣出细碎的杂质，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。这个里面最主要有树枝、杂草，还有蚂蚁窝里面的东西。这样子一般挑这个蚂蚁要1个多小时来挑，一次就大概半斤左右吧。从蚂蚁窝把它挑干净，最少要4只左右。你去抓蚂蚱。去山上抓的蚂蚁。黑蚂蚁一直都是药食两用的材料，可以和猪肉搭配做成蚂蚁肉丸。五花肉剁成肉末，黑蚂蚁用瓦片炭火焙烤，稍稍碾碎，与肉末混合，捏成肉丸炸熟，加水及调料烧煮，收汁即可装盘。猪肉香甜弹牙，蚂蚁焦脆又沙感，形成2种截然不同的口感。黑蚂蚁与银鱼搭配是很有新意的下酒菜。油锅烧热炸熟银鱼，加进蚂蚁混合，香气氤氲之际捞起，在蛋液里拌匀，下锅炒至蛋熟，色香味俱全的黑蚂蚁银鱼仔起锅。趁热时吃，银鱼和蚂蚁焦脆，鸡蛋绵软，风味独特。李东兴和武红兵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做成黑蚂蚁银耳汤，招待朋友，释放1天的劳累。老广们探究饮食末梢的食材，在探索中维系人与自然的融洽。柔韧鲜美的鱿鱼，便宜又实惠，往往是家庭聚餐海鲜类的首选。鱿鱼去其内脏，切花刀，斩小块，蒜姜拍碎，用油爆香。下鱿鱼，爆炒2分钟起锅。一道鲜香的爆炒鱿鱼，立刻成为餐桌主角。鱿鱼鲜美，但它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，不是艰辛2字就能概括的。4月，正是广东上空冷热气流角力交锋的时候，阳江海陵岛云雾霏霏，远处山头时隐时现，港口里各种渔船停靠有序，等待出行的信号。但是张有许和父亲张良发却没工夫赏景，父子俩这段时間心情沉重。你試揸下個，咁早開喎，鬼天氣喎。一煲啊大煲魚。
哎呀，冇計嘅，冇做得好。离休渔期还有不到10天，张家父子本想趁着禁渔之前多捞点渔获，但天气并不随人之愿。6级以上的大风、雷阵雨就不能出海。北方那个月亮干、月亮很圆的话都不行，水流很急也不行，就没有鱿鱼。张有许说的鱿鱼，又叫枪乌贼，在中国南海，每年的4月至9月是鱿鱼的旺季，错过了机会，就只能等待来年。湿润的南风吹散了雨雾，太阳从云隙中露出朦胧的笑脸。气候条件并未达到最佳时机，但渔民们早已按捺不住，催着钢铁巨兽陆续驶离港湾。张家父子也决定冒险出海。1个多小时的航程，渔船到达预定地点，张家4人便忙碌起来，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。张良发炮船已有40-50年的历史，靠着吃苦耐勞養活了全家人。7點就着燈，9點鐘下網咯。有時有10頭幾擔，有幾百斤魚油。30歲的張有許像這樣跟着父親出海捕撈已有10年的時間，船上作業經驗豐富。這個是海底燈，那水底發光，照魷魚哦。海洋中的許多魚類，包括魷魚在內，都具有趨光性，所以漁民會在船上裝上許多大功率的燈泡，用燈光吸引魚群靠近，再用網捕撈。夜幕降臨，點亮燈光，捕撈作業開始了。往來！沒過多久，今晚的第1網魚就出水了。這個魷魚啊，很新鮮，還會發光的，藍藍的。全家人勞作整夜，下網5次，但收穫並不多。一共有2000斤，不到3000斤。平時撈最多嘅有2萬多斤啦。太陽東升，張家漁船收工返航。碼頭上買魚人早已在等候，張家父子又是一番忙碌。一夜的辛苦，最好的犒勞自己的方式，便是以新鮮海產入饌。入鍋煮3分鐘，就着薑末蘸料，更增添魷魚的鮮甜。同樣是魷魚，汕尾人的喜好卻不一樣。陳喜平本在深圳工作，後來辭職回家，包租漁船做海味乾貨買賣，賣得最好的便是魷魚乾。這個魷魚去掉8-9成的水分呢，就剛剛好。這個鮮度呢也剛剛好，吃起來這個口感也是剛剛好。早期時，海邊漁民捕撈到的漁獲一下子吃不完，只能曬乾或者醃製成乾品，利於保存。這種傳統沿用至今。剛撈上來，趁着這個魷魚的清香，把它殺了，然後去掉內臟，到時候曬起來就鮮甜。9月初的太陽減了幾分夏日的暴力，增了幾分秋天的柔和。碼頭邊房前的空地上，家家戶戶忙着曬乾貨。陳喜平船上晾乾的魷魚，也在這裡沐浴着初秋的陽光。魷魚晾乾水以後，來到工廠這邊曬太陽，一般要曬2-3個小時。這個魷魚啊，外面曬到50%的時候就要拿進來了，因為覺得外面暴曬的話溫度太高，會把它曬焦，它的水分就出不來，轉移到這個室內，加點溫度，讓它自然的風乾。
按照这种方法处理的鱿鱼，除去了大量的水分，使得其本身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，从而也更加鲜美。晒好的鱿鱼干成为亲朋知己小聚淡茶时的绝配。一个小碟倒入酒精，开始烤制鱿鱼。机上火焰旺盛，杯中茶水清香，三五好友热络，边喝茶边撕鱿鱼干咀嚼，各种滋味令人难忘。陈喜平回家准备晚饭，少不了用自家店里的鱿鱼干。鱿鱼干泡发后切小块入油锅煸炒，藕片炒热后再加水焖煮至水干，倒入鱿鱼炒匀，焖煮2分钟。鱿鱼既鲜又有点糯的口感，和藕片的爽脆刚好相反，但又配合得恰到好处。老广的餐桌离不开一担汤，爆香鱿鱼干倒入清水煮开，放入豆腐和瘦肉，鸡蛋锅内拌匀，再加入珍珠菜，一道鲜美的家常滚汤大功告成。不同的肉类一起煮，可以令其中的鲜味物质很好的融合，从而让味道更显鲜美。这道汤虽然简单，但是色香味俱全。鱿鱼这种普通的海洋食材，汕尾人让其滋味变得越发精细，而一种常用的灌木，为湛江人探索滋味世界提供了另一条思路。呢個改進好多啊！而家加咗個吉撈上去啦，嗰度。九號台白鴿吉撈飯，香茅價，喂！白鴿係一個好健康嘅食材嘅，每一日都有好多客人來嗰度食白鴿㗎。李廣真是連江本地人，2017年在廣西陸川和朋友一起飼養鴿子，鴿場規模越來越大。为了解决鸽子的销路，李廣真干脆在当地开了一间鸽子餐厅。但要把鸽子搬上餐桌，对于动物营养专业的他来说，是一个新的挑战。为了把鸽子做得好吃，李廣真带着团队考察了全国60-70家吃鸽子的饭店。白鴿呢有傳統好多種食法，我哋當地有一種叫吉撈葉。吉撈呢，就我了解中呢，就係當地只係煮飯。白鴿一齊煲飯應該都比較好啊！粒白鴿粒吉撈煲嘅，可唔可以換成煲仔煲嘅？梗係好啊，梗係更加香，更加味道。係。蛤蜊，连江地区较常见的一种野生草本植物，多生于林下或者村庄旁边的湿地上。蛤蜊有一种特异的香味儿。有些地方把它用作香料，和紫苏相提并论。当地人把其叶包进粽子里，成为抢手的餐食。一大早，李廣真就和叔叔温建禄一起去采摘蛤蜊葉。哇！嗰度有好大片嘅吉撈啊！係啊，而家好少有咁大片嘅吉撈葉。係咯。緊佢嗰啲個葉啊、個花啊都要採翻嚟喎。係啊，個葉係比較厚嘅咧，個味道就比較濃啲。一定要青綠。我哋連江地區嘅話已經有成千年嘅歷史㗎啦。好香，根咧唔係勁，佢個味道比較濃啲。我哋可以攞碗煮湯。呢個葉係比較大塊啲，我哋可以包嗰隻吉撈牛肉片。葉咧嫩一啲，我哋攞嚟煮飯。花呢，佢個味道比較好嘅，我可以做調味劑，所以成個吉撈都係寶啊！对于李廣真来说，蛤蜊全身都是宝。它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出现的历史很久远，但如今早已不像原来那样，能在树荫林地里随处可见。这也正是李廣真一直担心的情况。原來嗰種急撈呢，到處都係。佢話城市擴建，農村三改。而家搞得好少好少。蛤蜊的现状不容乐观，但它的枝干多节，如果枝干接触泥土，
则每节都可以长根。这点特性还是让李廣真感覺很欣慰。呢啲係比較自然生嘅，有一徑喺度嘅話，佢就可以生長成片噶啦，繁殖能力相當強嘅。摘咗更多夠啦，我哋翻去啦。係啊，係，可以整個競比賽啦。係。采摘回来的哈楼叶必须经过细致的清洗才能做菜，清洗有窍門。選擇個葉呢，一定要完整，沒有蟲或者其他缺口，好似呢啲就唔可以用噶啦。因為嗰啲葉係野生嘅，其中外邊有好多塵同埋雜質，只有緊係兩個葉一齊搓下，佢會搓得更乾淨啲。我哋搓完咗之後，仲過咗3片清水先可以代紫菜。哈楼叶切絲剁碎，入鍋炒至脱水備用。鴿子肉飛水炒至80%熟。泡過的大米混合哈楼葉，猛火煮5分鐘。鴿子放進沙包，文火煮20分鐘。燜焗2分鐘後開蓋食用，濃濃的異香、鴿子的肉香糾纏在一起，飯粒軟糯，鴿肉鬆軟。哈楼葉與米粒混雜，難捨難分。哈楼鴿子飯最宜趁熱，涼了就只能抓住異香若有若無的尾巴了。哈楼牛肉餅是較傳統的利用哈楼葉的一道菜。牛肉剁碎，蝦仁及熟土豆壓泥混合成馅兒。哈楼葉剪成圓形，背面夾着餡料拍平，沾上蛋液入油鍋炸至金黃。肉餅外酥裡嫩，外層的蛋液及葉子咬下去酥脆作響，哈楼葉的香味兒混合着餡料的味道，充滿整個口腔。立冬節氣，李廣真回老家看望奶奶，少不了鴿子與哈楼的助興。大千世界，滋味無窮。愛吃、懂吃、會吃的老廣們，為品地道真味，覓山水，尋野趣，上山下海，百般求索，幽僻秘境，涉險獵奇，探秘的腳步，創新的勇氣，從未停息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。